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天哪，唐玉成，你居然比苏青高出这么多分！苏青，别理他，方卓就是个250。方卓一听这话火了，眼睛一瞪：林书威，你说谁250呢？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行了，方卓，别吵了。唐玉成淡淡的按住他，哼，看在年级第一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对方嗤笑一声，嘀咕了句：哼，狐假虎威。你方卓，别说了。唐玉成下意识地转过头，看向站在一旁的苏青和给他帮腔的同学。苏青板着脸，也正冷冷地盯着他。他一言不发，但那双布满血丝的眼底已经聚起了一抹潋滟的诗意。他没说一个字，随即转身决然离去。唐玉成收回目光，看向身边的方卓，发现这货刚才的兴奋劲儿瞬间熄了火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脸悲痛欲绝。看着自己糟糕的排名，就知道他老爸许诺要给他买的新款 iPhone 已经和他无缘了。他嘟囔着跟在唐玉成身边，两个人往楼上走。一回到座位，他就大声嚷嚷起来：唐玉成，你必须要辅导我学习，否则我就赖上你，直到你答应为止。他那大嗓门引得周围同学纷纷侧目，不少原本观望的同学也凑了过来，眼神里带着敬畏与好奇。唐玉成，没想到你学习这么好，以后有问题能请教你吗？唐玉成点了点头。方卓见状，悄没声地靠过来，声音压低：兄弟，让你辅导我不是白干，我会支付给你家教费的。你最近不是正愁怎么挣钱吗？你辅导我好处多多。第一，你就不用去工地那样危险的地方；第二，也不用去外面看人脸色，钱还挣到手了，多好。唐玉成动作顿了顿：你先让我想想。高中这个地方，分数就是一切，是这个校园里唯一的硬通货。它能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唐玉成瞬间成为众星捧月的神玉，也能让曾经骄傲如孔雀的苏青在瞬间凋零了羽毛。唐玉成周围的热闹喧嚣映衬的苏青那一边越发冷清。两个女生坐在苏青身边，小声宽慰着：没事，下次你肯定能把第一抢回来。你考试那2天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所以纯属发挥失常。就是，我听说那个唐玉成是从乡下转来的，这乡下来的能有什么见识？这次只能算他运气好。苏青并没有被这些话安慰到，因为他自己很清楚，不是谁随随便便因为运气好就能得年级第一的。从平时上课的表现，他能感到唐玉成学习不差，只是没想到能超越自己，而且超的还不少。不管怎么样，唐玉成算是在学校一炮而红，出了名，成了同学们心中的传奇和老师的新宠儿。放学后，唐玉成照例跟着方卓去球场练球，可今天的球场外围却人山人海，人潮涌动，黑压压的人群甚至溢到了场内。这可是史无前例，里面有男有女，大家当然不是真的来欣赏篮球赛的，目标只有一个，看看那匹把常年霸榜的苏青拽下神坛的黑马。哪个？就那个正站在篮球框下的那个寸头就是。哦，是他呀，长得还挺帅的。真的耶，长得好帅啊，学习还这么好，还会打篮球，是不是有点太完美了？有点难以置信。完了，看看你们这帮女生没出息的样，打个篮球就把你们迷住了。气什么？你们这帮男生也没多有出息啊，不想看可以走啊，谁让你来的？人家可不光会打篮球，学习还是第一好吧？有本事你也得个第一去，就会在这儿耍嘴皮子。篮球队的队长张恒被耳边的叽叽喳喳弄得有点生气了，他来到场边，帅气地把篮球卡在腰侧，下巴微扬：我说你们要吵架的话，能不能换个地方，别在这儿影响我们训练。队长说完，转身拿起胸前挂着的哨子，使劲地吹了一下：都给我专注点，继续训练，刚才的跑位给我重来一遍。唐玉成跟着方卓他们练了一段时间，如今已经能上场打几个来回。等训练间隙，他大汗淋漓的下场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一帮女生便呼啦一下围了上来，无数只手伸到他面前，递水的，递毛巾的，甚至还有递湿纸巾的，五花八门的瓶身在阳光下晃得人眼晕。这种壮观的场面让一旁的方卓看得目瞪口呆，酸溜溜地抹了一把脸上的汗。然而唐玉成只是垂下眼睫，语气平静如常：谢谢你们，我自己带水了。他穿过人群，径直走向场边的长椅，拿起放在上面的水杯，仰头喝了起来。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淡，不但没让崇拜者退缩，反而给这匹黑马镀上了一层神秘的锋芒。之后冰山王子的绰号就这么来的。冰山王子这座冰山，只有在见到心里对的那个人时，才会悄然融化。唐玉成放学回到家，换好鞋走进客厅，看见白启远正站在阳台抽烟。他从书包拿出成绩单，来到阳台，期待着那个人露出他最想看到的表情。
白启远回过头看到了唐玉成递过来的成绩单，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，随即转身把手里的烟按灭在烟灰缸里，双手互拍了几下，抖掉指尖的烟灰，然后他才慎重地接过那张纸。唐玉成一瞬不瞬地盯着他，只见白启远的嘴角一点点勾起，一个灿烂的笑容从眼底蔓延到眉梢。他的笑容真好看。他的笑容瞬间让他冰雪消融，春风拂面。你小子好样的！白启远激动地抱了一下唐玉成，在他后背拍了2下。唐玉成的心跳加速，双臂刚想收紧去感受那份难得的温存，对方却已经松开了手。白启远兴冲冲地拿着成绩单进屋打电话去了。他先打给了班主任林清源，紧接着又拨通了远在乡下的李长根的电话，声音里透着掩饰不住的自豪。长根，你放心，玉成这孩子争气，照这个趋势，清大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然而进屋的唐玉成听到清大2个字，脸色却瞬间沉了下来。等白启远挂了电话，转过身，我一定要去清大吗？我不想离开 S 市。后半句真正想说的却没说出口。我不想离开你。傻孩子，清大全国最好的大学，你要是考上了，那可是天大的好事。以后你的人生平台就不一样了，你能接触到最优秀的人，学到最顶尖的东西，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啊！唐玉成没说话，表情严肃地站在那里。白启远这才意识到气氛不对，他放下手机，语气软了下来。对不起，我知道你长大了，有自己的主见，但因为想家就不去最好的大学，这种行为真的很小孩子气。唐玉成坐到沙发上，低头生闷气，但依然不说话。叔真错了，又说你是孩子了。白启远轻叹一声，走进那个倔强的青年。还没等他站稳，唐玉成突然伸手用力抱住了白启远的腰，将脸埋进了他的腹部。白启远一时有些手足无措，双手悬在半空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往哪儿放。在这个角度，他看不见唐玉成的表情，只能感受到腰间不断被收紧的力道。我想留在你身边照顾你。青年的声音闷闷地传出来，白启远听得心头微微一震。虽然他只当这是一句感激的胡话，但话中那份赤诚的依恋还是让他心软得一塌糊涂。他沉默了许久，悬在半空的手终于慢慢落下，掌心附在青年头顶，轻轻摩挲着。胡说什么呢？白启远低笑了一声，嗓音在胸腔里微微震动，传到唐玉成的耳畔。叔还没老到要你照顾的地步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飞得高高的，出去闯出自己的一片天，能不回来就别回来了。唐玉成把脸埋得更深，双手死死扣住白启远的腰，指尖没入衬衫被攥出的深深的褶皱里。他听得到白启远有些紊乱的心跳声，而自己的心里又何尝不是呢？第二天上午，最后一节课前的课间，唐玉成来到洗手间，他整理衣襟低头系腰带的瞬间，被4只手从后面抓住，直接将他推进了旁边最近的隔断间里。哐当，门板撞在门框上的声音沉闷刺耳，对方动作极快，唐玉成根本来不及看清背后的脸，紧接着是对方拿棍子抵住门的摩擦声。唐玉成，你这年级第一当得挺爽啊！门外压低的声音里透着一股扭曲的快感。只要你现在大声承认自己作弊，哥几个就大发慈悲放你出来。哦，不对，你还得在里面求饶几声，求到我们哥们几个顺心了再说。呵呵。紧接着又是几声不怀好意的轻笑。唐玉成试着推了推门，门纹丝不动，已经被卡死。换做普通人，此刻或许已经开始惊慌失措的踢门或呼救，但唐玉成只是平静地收回手，他背靠着冰冷的隔板，眼神里没有恐惧，只有一种近乎冷漠的厌倦。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小动作，在他眼里幼稚得令人发笑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一道冰冷且充满戾气的嗓音突然在洗手间内响起。刚才还叫嚣的那2个人，声音瞬间变得颤抖，语调支离破碎，像是大白天见到了鬼。陈爷，你别误会，我们跟他闹着玩呢，真的，就开个玩笑而已。对，他说的没错，就是玩笑而已。滚！陈野的声音简洁且不带一丝温度，却有着不容置喙的压迫感。那2人还真听话，连滚带爬地跑了。门外先是一阵凌乱的脚步声，然后是棍子被人踢开，落地翻滚的声音。隔间的门被从外面拉开，光线重新涌入狭窄的空间。唐玉成抬起头，看见陈野正站在门外，他单手插在裤兜里，那副不可一世的狂傲劲儿比平时还要重了几分。唐玉成看着他，心中升起疑惑，但还是先说了声谢谢。谢谢。陈野什么都没说，
那副生人勿近的阴鸷表情依然挂在脸上。他没等唐玉成从隔间走出来，便单手插兜，直接离开了，背影看起来又拽又孤傲。唐玉成看着他的背影，若有所思。之前陈野那副随时要找他麻烦的样子，难道只是他的错觉？等他回到座位时，方卓伸长了脖子，探过脑袋：“唐玉成，你去哪了？这么半天？”“去卫生间了，我可能是早上吃坏了什么东西，肚子不舒服。”唐玉成面不改色地解释着。他没有告诉方卓刚才在厕所里发生的事情，也不打算惊动班主任林清源，只是在上课铃响起的时候，他微微侧头看向右后方，陈野正趴在桌上睡觉，只留给他一个漆黑的后脑勺。唐玉成收回目光，翻开了课本。